没想到在这一望无垠的深山老林中，竟然还居住着人家。这里呢是位于四川省古蔺县的大山深处，这户人家的房屋就建在一座三面绝壁的半山腰上，背靠大山，周围更是险峻的沟壑。想要抵达这里，必须要徒步走过这里的悬崖栈道。栈道修建在几百米高的绝壁之上。在和主人家交谈中得知，他们的祖先在200多年前就从1000多公里的江西迁徙到此，世世代代在此居住了200多年。下面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探访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雪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户人家的附近。刚才我们用无人机勘察了一下这里的地形，这个房子呢，大概就在我的身后。现在我们需要沿着这条小路，然后再经过一个悬崖栈道就可以到达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现在我们出发。这地方说偏不偏，车子呢是没有办法开到家门口的，只能沿着这条小路。好在这条小路它是做了水泥硬化的，而且呢还是比较宽的。走到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对面有一面绝壁。这条小路呢，就是开凿在绝壁的中间。从航拍的视角可以看到，在这座山的上面，只有他们这一户人家在上面居住。这条小路呢，也是通往这户人家的唯一的一条路。走到这里面，好凉爽呀！它这里还是加了这个护栏，感觉像是走在景区里面一样。这旁边还有一堆柴，应该是他们烧火用的。这个崖壁不是很高啊。看这底下，底下是一个峡谷，在上面可以听到一股很大的一股水流声。哇，看那边有一个绝美的瀑布。你们看，这里面的森林覆盖率非常的茂密，这里面像一个天然的氧吧。哇，这个空气特别的清新。走到这里面，可以闻到一股很香很香的那种野花香。这里真的是空气清新，鸟语花香呀。那边放着一个桶，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哇，我的妈呀，吓死我了！你们看。这太恐怖了，我还以为那是一条蟒蛇，原来只是虚惊一场，是一根树根，真的太像蛇了。你们看像不像？这个应该是一个风筒，不过看样子应该是没有遭到蜜蜂。这里的崖壁上还在滴水，看那边有一个桌子和凳子，那个是灶头吗？在这个崖壁上还有字：同结善缘。这里应该是写的一些功德人的名字，然后捐赠了多少钱。这几个石墩子像灯子一样。
刚才我还以为这个是一个灶头，不过从这个上面来看的话，应该是一个神位。这里应该以前供奉的有那些佛像或者是神像的，这里不会是一个庙吧？但是也没有见到房子呀。这里也还放着一个风筒，你们看它这个，好奇特呀！它是用这个柱子，然后插进这个崖壁，从这个崖壁作为支撑，然后放着一个风筒。你们有认识这个的吗？这个呢叫做打斗，在农村呢，它是用来收那个稻谷的。哇，快看，我们终于到了！这是什么神仙地方呀？简直就是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。看那边，不知道是叔叔还是阿姨在上面锄地。你好，娘娘。可以请你们这样说吧。啊，啊，你们家有狗么啦？是因为阿姨在锄地。今天我们来的非常的巧，然后叔叔一家人都在这里。所以你姓韩哈？哦，你们这个房子好大哟！不是啊，很大的很。它这个房子应该占地在200多个平方，使用面积的话，加上这个院子应该在500-600。第一次在农村建这么大的房子，你们这个房子有好多年了30多年嘛。 ？30多年。啊，意思就是10多个人口住这个房子嘛。刚才我听到你们这个来这儿已经有住了10来几代人了。哦，他们祖上加上他们在这里住了10多代了，应该有200多年。那你晓得你们是哪个时候来这儿住的吧？我们那具体啥阶段呢？我还搞不清楚这个事情。那是为了来这儿住呢？他就是在以前个时候啥子东西，他是叫啥名称是叫啥子？湖广贴市，他又贴啥子？也那个年代称为啥？以前，但再到以前，我们老多人是在江西下方的。你们是江西下方？哦。我看到贵州好多人都是因为那时候迁徙，有的是在贵州，他们祖上也是江西的。哦，从江西那边请过来的。祖上是江西那边过来的，是江西齐齐过来的嘛。你啷个晓得你们是从江西迁徙过来的呢？因为有历史，有韩信历史书上，它注明的有部分嘛。哦。哦，韩信是不是你书写哦？韩信的历史书嘛，就是姓韩的家史嘛，就是。哦，那个老师。普通书现在所说就是。应该家族的还有那嘛？就是。还有名字的嘛？就是这个。是不是有族谱呀？就是家谱嘛。家谱啊？对，就是。哦，就是族谱。谱书嘛，家谱。哦，他们有谱书。历史性嘛。现在你们都还有谱书啊？现在有些有，有些又没有。有些有，有些没有。嗯。你们这个房子放在以前是大户人家的？以前都是贫困人家户，我们一直都是贫困人家户。应该在祖上的话，应该是有钱人。没事的那样。那刚才我们从岸上面走过来的路啊，是修的，是开出来的？他以前就有
有点儿爱换换形式。有人有爱换换的形式。然后在我们的祖籍老祖人的手头又修哈儿正好又勉强别过得到。以前是勉强能过。然后我最后又是在打金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些就是爱抖了啊，不走起行走危险不方便嘛，于是又修哈儿又整哈儿的，才搞成现在这么回事嘛。哦。我看现在都国过个，你买个32车都开得过来的哈。哦，现在按我小32车，就是为了便利捞点啥东西进出，勉强能够行走。像这个摩托车是从哪儿挨上开过来的？哦，是。它高度不是很高啊，开得过来。开得过来，高度不存在问题。现在这个都还好哈，可能以前的时候不好走哈，现在越来修得。以前不好走，以前我们这进出要运点哪东西，在哪边话要被子放一下，不然过拖过来，飞机过不到。飞机过不到，要拖过来。是的哈，你们这房子当时的材料是啷个弄过的哈？那么难哟哈。请马儿驮了。马儿驮。哎。它这个房子应该是这些木材应该是在后面山上弄的吧？木材就在这就在这附近的山上找的嘛。所以说那个崖壁，他们最早的时候那个人都没有办法站直，都是弓着身子走的。那个材料可以想象一下，我觉得以前交通还是比较不发达的，现在还好。现在除了那个小车开不进来，这个3轮车和这个电瓶车它是可以开进来的。看这儿，我看到这儿地势比较高，这个测水方便不？测水又基本上大体感觉身上有点成困难，一般平时间问题不很大。哦。水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这后面房子背后这山上有个矮洞头吹。哦。天然的山泉水。哦，天然山泉水。那你们在屋里有没有养猪啊，养牛啊？没养牛了，现在没做庄稼，养不起，养起要人工去服务啦，还有山上到处都插的是林子，它要去破坏。哦。我就没养牛了，没做庄稼就。像你们种这么多苞谷是在哪里啊？种来嘛，自己搞点吃，然后嘛，做点吃的啊，喂下猪啊，喂点鸡这些嘛，喂点有鸡和猪。哦。这上面住的好凉爽呀，一点都感觉不到热。不热的哈，怕热的家还是凉快哈。啊？我你们这里不热凉快，热的家的时候怕也不热哈。反正用不着空调啊，电啥子都少有用。这晚上是不是还要盖铺子啊？晚上要盖被子哦。要盖被子啊？晚上要很热的时间可以不盖，但是老年人稍微很热，接到离不得盖被子，就是现在这个天气，像我们晚上都离不得被子。你们这儿是只有一户人家？我们这里就是我们一户人家了。就是你们一户人家，就是韩信的一户人家。哦。住了200多年。冬天家冷不噻？啊？冬天家冷不？冬天，你说的那也不是啥很冷，但是还是要烤火才燥一点。冬天还是要烤火哈？它要下雪，要结冰。哦。就这个热的家是安逸哈，避暑哈可以。你冰的是不是叫熨斗啊？哦。跟我们那边叫法是一样的，就是平时在那个地里面挖一点土豆，摘一点菜放里面。对，就是挖土豆啊，红薯啊。你们现在还种红薯啊？哦，种红薯哎，就是啊，娘娘你好，娘娘。刚才我就是看到这位阿姨在山上在薅草哈，应该是。铲草。哦，你们是2家人在哪儿做哈？现在这边一家，这边一家。哦，我们是光对一个大家嘛，现在是。哦，就是一个大家庭。对。哦，现在还有十几个人啊？哦，现在10多个人。哦。10多个人。家里小孩都搬到外面去了，好吧？小孩都在外面去，个人去求生嘛，要早点来。就那下来上学又要费用啊。你们过年过节热闹哟，10几口人。哦，这过年的时候嘛，又都在家嘛。啊。你们这土啊，就是这儿这土啊，还有哪儿有土不啦？就是这边这点儿。
就是这边，然后后面这儿。现在老就做的时候，就是这也看得到这点点了。哦。因为现在我们这些，他国家为了保护这个生态林子啊，到处都不准你砍，不准你搞，到处都长荒野了，你做庄稼做啥子都得不手。这个林子也长厚了，林子也长厚，雀鸟啊，山上的蚁兽啥子这些要损坏野庄稼。哦。自然哦，靠你们这哈，到处原始森林。哦，它的蚁兽多嘞哈，像蚁嘴哈。哦，蚁猪啊，老熊啊。老熊。老熊是哪样？老熊嘛，就是一般说的就是那种大熊猫嘛。大熊猫。不是小熊猫而已。哦，大熊猫。熊猫啊。它要吃玉米啊。它吃竹子哈，吃庄稼。吃玉米要吃庄稼。哦。哦，你们看到过不了噻？在以前小娃儿看到过，现在是多年没看到了。国家又还说起来保护嘛。哦。现在好像但是有时有，就是往年我们这养的蜂嘛，它都有掉山地。它的蜂蜜。哦，它都能把蜂蜜口味吃了手，但是。哦，有熊来偷蜂蜜是吧？但是你不容易发现它不容易看得到它，它在晚上家来弄。它也聪明哈。哦，它在晚上家还弄。哦，还有熊来偷它蜂蜜吃。熊的智商它是很高的。我看看这个还有到处放的蜂农是你们的哈。那些哦，都是这邻居啊。就在我过来那个路上啊，路边到处都是蜂农。哦，放起嘛。他说你们弄一下。放起嘛呀，他自己要来找地方居住嘛，他自己个儿就进去噻。哦，是。怕你们这个房子的地基怕是老地基哈。哦，老地基。怕是祖上来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个地基哈。祖上那哈儿是原始森林。嗯。我们的祖籍那哈儿是原始森林，它是图矮子，没有房子居住的。是图矮子啊？就是。哦，我看那个矮哈，它好像有几个，1、2是庙不是啊，还烧到有香。灵官。哦，这里有。灵官。哦，那里个儿是，以前是有个佛沙在里个儿的座位嘛。哦，有个佛沙在附近哈。以前是住矮子啊，住哪里矮子啊？我们那种住矮子沟里头去了。沟里头去了。哦。150。你们这方面卖好多钱价？好多？80块。西安啥台？80块，8来块。8块。啊。哦，也挺便宜的哈，你们这边。还有蜂蜜没了？他们卖的。月经。只有月经。你惯吃不？不吃你忘卖给我们。哎，要的。是他自己这儿。你玩要，你再看下嘛。啊，看下嘛。自己这儿口罩就几天了，要几斤再带一斤了。口罩有上多天了。这给好久了？修半个月弄出来。哦。这里包多点，这些修啥事呢？刚才我们看到那几个蜂桶都是他们家放的。你可以用这12年蜂糖一样不嘛？这才是正宗的蜂糖。真的吗？你可以我拿筷子，你12留点12。我这个吃饱了。你这跟以前一样不是吗？应该跟这玩意蜂糖不一样。他们生活还是方便的，有冰箱。我有点苦，为什么呢？药材花。你哪儿这种嘛？哇！绝对不能你们小外面这种蜂糖。它这个花香味很浓。我买一瓶吧，这种是可遇不可求的，非常难得。这一期可能就10年。叔叔带我们去看一下他们养蜂怎么养的。我们就是通通啊，通通。这种。你们是乡下的吗？我们是啊，它是横级放的。你们这个窑的，我们那是做起来，这个做起来是钢边油糖哦。它是用刀来割养对豆花个对地的慢慢的。哦。你们是个窑的。哦，对，我们那个铜还是横级放的。我们也差不多，但是只是横级放。那种洋的哈，它是弄那种平平的放在里面。也是皮皮痒痒的，都有角。那种叫他们说那种蜂子哈，专门是为糖还解蜜啊。这种是绳做的，这有个锯的，这下面这一节，它是有铲子，拿铲子那个
就年包7包多。这家塘就是在东家侧，它只是上面那筑塘就进光寿塘，有的过的没得算了。刚才看到那边有几个风筒，是不是已经过了？没得空洞洞。空洞洞。像这种蜂子，它要分胶，它分胶有时你没望到，它一跑去，它就转起筒子去。哦。个直接找虫。一般时候哪个时候过啊？这蜂子啊？正常我们都要在8月份。8月份。9月份。哦。这边是不是有些古梅呀？古梅。可能都在那边出现了，然后。哦。你们看这些木好古好老哦，上面还有人物的雕刻，你看。你们看上面的，这边不是好老哟，可以有8多年了。看这个衣架，好复古呀！我刚才问了一下阿姨，她说这个衣架是自己做的，都有20年的历史了。他们这个房屋的面积真的超级大，看这里还有一个农具，这是一个鼓风机。应该他们以前应该是种的有稻谷的，不过现在没有用了，应该没有种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大桶，有朋友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？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澡盆，一个泡澡用的。这里堆了有很多农具，大家听到猪叫声了吗？他们养的有猪。看这里是2头大肥猪，虽然说它这个是猪圈，但是你们看它地上。打理的特别的干净，而且呢，它异味呢也不是特别浓烈。它这个猪圈也是用这种巨石一块一块垒起来的。娘娘，有水喝。这里放的有几口大水缸。这个是用来蒸哪里啊？这个掏红薯。掏红薯啊？哦，这是用来洗红薯的。这2口是水缸哈。水缸。看他们这个还是安装了这个水管，它这个水呢是从那个山上那个岩洞里面。山泉水。哦，山泉水。它洞出来的。哦，它这个水应该算得上自来水了吧？生活起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你们看它这个水缸的材质。全是从一整块石头里面掏出来的，给中间掏空，然后留下这个水缸。这里是一个洗衣台，这应该是你们的一个厨房哈。厨房。哇，这个很少见了，这个，这洗脸架。很少见了，这个老古董了，洗脸架。估计是你年轻的时候嫁过来的陪嫁哈。怕有几十年了哈。这就是厨房。这里呢是他们的一个厨房。我的天哪，这里还有个洗衣机，还是半自动的。你们这个洗衣机是灌背进来的是吧？不是。这后面呢，整体呢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们到房屋的前面去看一下。叔叔呢在边运动，有的地方叫搓机，真的太喜欢这个地方了。不仅房子大，连这个院子也大，在房子的周围全是土地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土地里面种的有什么。有一大片的玉米，底下呢是种的红薯。看对面种的有蔬菜，上面应该是种的是一些豆角。这些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，生活起来是特别方便的。看这底下种的是一些小树苗，这个呢是一种药材，叫做黄柏。对面有一棵古茶树，
听叔叔说，这棵古茶树的树龄在100年左右，非常老了。在这个地方，一股凉风扑面而来，奇了怪了，这里一点都感觉不到炎热。像叔叔阿姨他们晚上睡觉还是需要盖被子的，这地方避暑真不错。叔叔刚才偷偷的和我讲，他说站在对面的垭口上看风景，真的很美。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美。这玉米长得比我人还要高。哇，你们看，这里呢是一个天然的观景平台，因为这里它是没有树木遮挡的，这个视野是相当的开阔。这里真的是山川壮丽，景色宜人。这旁边还种了有很多果树，这棵是核桃树，这棵是李子树，那棵是梨子树，刚才我还看到有一棵葡萄树，这里真的是应有尽有。站在这里呢，就可以看到这个房子的全貌了。在房子的后面呢，是一片原始森林；在房子的正前方呢，是一片土地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个地方有点像我们之前去的那个湖北那个地方，叫做独家寨。你们有没有觉得特别像？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。这户人家的房子呢，就刚好建在这座山的山梁上，可以说是独占的这个山头。这里山川秀丽，景色宜人，鸟语花香。房子周围被原始森林覆盖着，早上一起来就能听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声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别提有多健康了。朋友们，如果说让你们在这里隐居，你们愿意吗？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吧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